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把道成功，马年吉祥。新年代表着新气象，2026年到来本来是让人翘首以盼的喜悦时刻，但是呢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，多地却纷纷取消充满烟火气的跨年活动。2026年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会如何度过跨年夜？不管如何，往年的著名景点的跨年倒数活动正在逐步取消。跨年活动没了，回家睡觉觉。尊敬的市民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宝龙广场没有任何跨年活动，请大家不要聚集，尽快离开，回家休息。太原各大商场跨年夜活动全部都取消了，好不容易收拾利索了，打扮的美美的出来了，结果公告说是全部活动都取消了。哎，谁能告我一下了？为啥突然就都取消了？哎，我真服了，那我去哪呀？这是天街广场的跨年现场，显示电子屏幕的倒数计时竟在第27秒被加灭。上海外滩挤满了人，但在跨年活动当中呢，民众倒计时以后呢，除了建筑物上出现了2026的数字之外，整个外滩一片尴尬。有人吐槽说，当了1年牛马，终于在最后当了一回猴。视频弹幕上方是网友的评论，大型一厢情愿的现场，然后呢，无事发生。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出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尴尬场景。2、1。有网友说，白天当牛马，晚上当猴耍。在杭州也出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。12月31号晚间，杭州市滨江区银泰百货商场前原计划举行跨年烟火表演活动，但通往现场的大小路口都是警察与保安，人数比市民还多。他们还封锁了湖滨地铁出口。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警察叔叔，新年快乐！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是的，您没看错，在大批民众在广场冻了几个小时，自发喊完跨年倒计时以后呢，电子大屏幕上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呼应的色彩斑斓的庆祝画面，民众只好自己喊新年快乐。在喜庆的当下，没有随之而来的烟花，也没有齐齐升空的彩色气球，有的只是人群对面严阵以待的警察，还有跨年跨个寂寞的无尽尴尬。在杭州，网友拍摄视频讽刺道，今年杭州跨年人群中有一半是保安和警力。好热闹啊！还有 X 平台博主总结道，昨天杭州湖滨银泰的跨年实况，警察包围，倒计时时大屏幕关闭，现场人群只能是自发倒计时。
杭州网友表示，2026年杭州第一个笑话诞生了。所以，中共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呢？不是支持率达到99%吗？而这发生在杭州街头的意境，也被批量的复制在中国多个城市的街头。山东省淄博市曾因烧烤火出了圈，这次呢，也真实上演了耍你没商量的戏码。几万人在跨年活动现场动了足足几个小时，却被临时告知活动取消了。请大家速速离场。希望没有倒计时，所有活动已全部取消，请大家速速离场。希望没有倒计时，所有活动已全部取消，请大家。有人在网上贴出了淄博当地的通知，显示淄博万象汇、淄博五岳广场没有发布2026年跨年倒计时活动。淄博万达广场、恒泰城、新马五岳广场、海带楼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已经取消了跨年倒计时和放飞气球活动。山东省青岛市的公安拉起一道又一道人墙，防止民众聚集在市中心。现场不光有警察，还有大量的特警，甚至是武警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中共大领导要来视察了。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广场的跨年夜现场呢，则出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场景。把国父孙中山铜像团团的围住，严阵以待，防止民众向国父献花以及迎接新年。但是后续消息显示，警察似乎是挡不住民众的冲击，不得不放开道路。随着呢，便有大批的市民涌向广场的中心，但孙中山铜像下面的四方形警察人墙仍然没有放开。这是现场人们隔着四方形人墙聚集庆祝的视频画面。有气球哎，有多少气球？一点点不多，但是有。但在最热烈的时刻，却出现了尴尬的一幕，即不让放气球。那么也有民众表示呢，今年南京跨年不让放气球了，卖气球的都不让进新街口了。刚开始气球卖25块钱一个，后来卖5块钱一个。做梦都想不到，哎，男生好好，回不去。那么也有视频显示呢，南京官方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，要求新街口地铁站临时跳站。真不知道那些庆祝新年的人回家该怎么办呢？根据安保工作要求，新街口站临时跳站，请合理安排出行。独立视频人向阳评价说，维稳到这个份上，说明民心已变，中共权威在崩。评论区上是一片嘲讽，跨年夜钟鼓楼这么苍白，中共这是活不起了吗？他们就怕有人聚集造反，他们知道导火索随时可能会点燃，所以他们害怕。我党天天这么草木皆兵的，哪天自己就把自己先吓死了。12月31号的跨年夜，河北省石家庄广场竟然出现了多辆特警车。评论区里是网友的一众妙评：对付谁的？敌人在哪儿？也有人讽刺道：把扣押的游船要回来了。2025年12月31号晚间，陕西省古城西安的钟楼附近戒备森严，不仅钟楼灭灯，而且附近道路拦截大量铁马，还有不少穿雨衣的警察在驻守。因为当地政府早已通知民众要取消跨年活动，加上雨夹雪的天气，所以当晚没有看到民众聚集跨年。昨天我刚到西安，这里就下起了2025年的第一场雪，这场雪一直下到了2026年，瑞雪兆丰年，这是一个好兆头。但是这次西安的跨年夜比往年冷清了很多，地标打卡地像钟楼、回民街等地都实行了流量管控，从昨天下午5点过后只出不进。西安的公共交通也被管制。都报表示，12月31号下午5点开始到当日的运营结束，2号线钟楼站和6号线钟楼站以及广济街站关闭了，列车呢越站运行。你好，钟楼的晚会取消了吗？钟楼的跨年晚会没了。那之前去年是有的呀。那我们现在要坐地铁怎么走啊？
评论区里则是炸了锅。谁想的主意呀？下雪天里的人下班以后该怎么回家呢？把车扔在城外走路回去吗？住在城里的人该怎么办呢？天塌了，下班回不了家了。有人表示呢，平常大家上班累的没时间玩，跨年呢也不能玩呀。一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对于跨年夜出现的这一景象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：好压抑，好郁闷，什么恶心的国度，跨个年狂欢一下怎么了？为政者搞成这个样子，就蹦跶不了太久了。你们到底怕什么呢？不是执政于民吗？还有人讽刺道：受伊朗天气影响，今年不跨年。宵禁开始了吗？怎么感觉这是害怕啥？真怕啊！是不是战争来了？这就是关键，不要聚集。那么也有网友指出呢，害怕气球上有字，中共实际惧怕人民聚集起来喊口号反抗中国共产党。中共极其害怕人民的反抗，只要一个地方发出了推翻中共的呐喊，全中国都会星星之火一样必定燎原。其实呢，早在前几天，西安、天津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就下达了通知，说要取消跨年夜的庆祝活动，包括灯光秀、倒数仪式以及烟火表演等，还表示呢要实施交通管制，给出的原因则是所谓的防范风险。但是外界则认为，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下滑、民不聊生当下，中共当局担心民众大规模聚集可能会引发社会情绪集体失控。X 平台博主海外爆料发文表示，现在中共各地政府的财政是泥菩萨过河，但维稳经费却是下无底洞。办一场官办跨年，不仅花钱搭台，还要动员成千上万的警力。如果出一丁点踩踏的意外呢，官员们的乌纱帽可就是保不住了。所以呢，他们都认为只要我不办，我就没责任。博主指出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维稳，把节日成本和风险直接甩给社会，试图用静默来换取安全。博主表示，最幽默的还是民间的那句除夕的谐音梗，这就是中国式幽默的杀伤力。当公共表达被封锁，民众就会在语言的边角料里寻找反抗的乐趣。他总结道，这场跨年夜的冷热对峙其实是中共统治逻辑的一个缩影。他试图把中国人都装进一个无声的无尘室里，但社会本身热度却不断冲击着这个玻璃罩。一个政权如果连民众庆祝新年的笑声都会感到威胁，那他所谓的稳定究竟有多脆弱呢？在此呢，我们有网友精辟总结的一句话就是，其实所有的人都很清楚，快了，中共快完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给人希望，为正义发声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